我第一次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不对劲，是在晚上10点40分。晚上10点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月底盘账，公司所有人都在加班，我只是个普通财务助理，工资不高，事情却一样不少。洗完澡后，我穿着睡衣站在卫生间里梳头，镜子上还留着一层水汽。我随手擦开一块，看见自己苍白的脸和浓重的黑眼圈。我梳了几下，低头把掉落的头发扔进垃圾桶。等我再次抬头时，忽然发现镜子里的我还举着梳子。我愣了一下，现实中的手已经放下，可镜子里的女人依旧站在原地，一下一下地梳着头。莎，那张脸和我一模一样，相同的五官，相同的睡衣，相同的湿头发，只是她没有表情。我僵在洗手台前，连呼吸都不敢太重。镜子里的女人又梳了一下头，随后缓缓抬起眼睛，她在看我。我猛地后退，梳子掉在地上，啪！镜中的画面瞬间恢复正常，里面只剩下脸色惨白的我。我盯着镜子看了几秒，转身冲出卫生间，立刻关上门。一定是太累了，我在心里不断重复这句话。为了让屋里热闹一点，我打开电视，将声音调大。电视里正在播放综艺节目，嘉宾们笑成一团。我坐在沙发上抱紧靠枕，紧张的情绪渐渐缓和。几分钟后，电视突然没有声音了，画面闪烁2下，变成一片漆黑。黑色屏幕像一面模糊的镜子，映出了客厅，也映出了坐在沙发上的我。我拿起遥控器，按下开机键，没有反应。我又按了一次，屏幕依旧漆黑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电视倒影里的卫生间门开了。现实中那扇门明明关着，可屏幕里面门缝正一点点扩大。一个女人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，她穿着我的睡衣，手里握着那把梳子。我不敢回头，只能死死盯着电视。女人一步步走到沙发后面，她弯下腰，把脸伸到我的肩膀旁边。那张脸还是我的，可她的眼睛一片漆黑，嘴角正缓缓向两边裂开，一缕湿头发落在我的脖子上，冰冷的水珠顺着皮肤滑进衣领。我尖叫着跳起来，猛地回头，身后没人，卫生间门也依旧关着。电视画面重新亮起，节目继续播放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可我的肩膀上真的有一片水迹。我再也不敢骗自己，立刻拿出手机报警。我家里有东西，它在镜子里，还会出现在电视上。接线员让我保持冷静，不要靠近卫生间。2名警员已经赶往小区，让我待在安全的位置。我把屋里所有的灯打开，缩在沙发角落等待。几分钟后，电话再次响起，警员已经到楼下，正在上楼。听见这句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住在15楼，客厅窗户正对小区入口。我走到窗边，想确认他们到了没有。我拉开窗帘，低头向楼下看去。一辆警车停在楼前，2名警员刚刚跑进单元门。我看见他们了。我握着手机说道。下一秒，我忽然意识到不对，夜晚的窗户也能照出人影，客厅灯全部开着，我的脸清楚地映在玻璃上，而在我身后还站着另一个女人。她低着头，湿漉漉的长发垂在胸前，一双苍白的手缓缓抬起，搭在我的肩膀上。我的身体瞬间僵硬。玻璃里的女人慢慢抬头，将脸贴近我的耳朵。他们救不了你，她用我的声音轻声说道。我尖叫着转身，身后依旧什么都没有，可窗户上的倒影没有消失，玻璃里的我仍然趴在窗边。那个女人站在她身后，张开嘴，一口咬住了她的脖子。剧烈的疼痛同时从我的颈侧传来，我捂住脖子跌倒在地，指缝间迅速渗出鲜血。门外终于响起敲门声。警察，里面的人能听见吗？我用尽力气爬到门口，打开房门，2名警员冲了进来。看到他们，我整个人瘫坐在地。窗户，他在窗户里。年轻警员看向落地窗，玻璃上只有我们3个人的倒影，镜中鬼已经消失。年长警员蹲下来检查我的伤口，我的脖子上留下了2排清晰的黑色牙印。年轻警员脸色一变，立刻拿起对讲机，现场存在无法解释的异常，请求特殊部门支援。对讲机那头沉默了2秒，遮住所有镜面和反光物，不要单独行动。一调局调查员已经出发。
2名警员立刻拉上窗帘，又用毯子遮住电视。卫生间里那面镜子没人敢碰，只能暂时关紧房门。房间安静下来，我坐在沙发上，身体仍在不停发抖。大约10分钟后，走廊里传来电梯抵达的声音。叮！一个瘦高的男人走进房间，他穿着黑色长风衣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，下巴留着一层胡茬，右手夹着烟，左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看起来像很多天没有睡好。男人进门后先咳嗽了2声，年长警员立刻上前。顾调查员，异常藏在镜子和玻璃里，受害人已经受伤。顾晨扫了一眼我脖子上的牙印，又看向卫生间。他吸了一口烟，灰黑色的烟雾从他口中飘出，却没有向上散去，而是像火雾一样缓缓钻向卫生间。苑灵吉，他的语气很平淡。还没长大，我急忙提醒他，他会变成我的样子。顾晨看了我一眼，长得像你而已，他要真是你，就不会这么丑。说完，他走到卫生间门前，随手拧开门锁。里面的镜子上，那个女人再次出现，她双手贴着镜面，冲我们露出诡异的笑容。顾晨弹了弹烟灰，下一秒，大量黑烟从她的衣领和袖口中涌出，瞬间灌满卫生间。镜中的女人发出一声凄厉惨叫，镜面迅速裂开，咔嚓，无数裂纹爬满整面镜子。顾晨抬起手，黑烟凝成一只巨大的手掌，直接探入镜中，掐住女人的脖子，将她硬生生拖了出来。那东西拼命挣扎，身体却在黑烟中迅速腐烂，不到10秒，她便化成一团灰烬。顾晨收回黑烟，又点了一根烟。处理完了，2名警员明显松了一口气。我也瘫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。我以为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，可没人注意到，落地窗上被黑布遮住的地方，正缓缓浮现出一张更加苍老的女人脸。她隔着玻璃，安静地看着房间里的所有人，随后露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。落地窗后的老妇人笑了，可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发现她。顾晨收回黑烟，转身走出卫生间。镜子已经彻底碎了，地面上铺满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，每一块都失去了光泽，像是被火烧过一样，蒙着一层灰黑色的污渍。年长警员拿起对讲机，异常目标已经清除，受害人有轻伤，意识清醒，现场准备解除封锁。对讲机里很快传来回应，年轻警员也松了一口气，将手枪重新插回腰间。顾调查员，这东西看着挺吓人，没想到这么不经打。顾晨没有回答，他从风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，咬在嘴里。打火机响了一声，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苍白的脸。顾晨低头点燃香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灰白色烟雾从他鼻尖缓缓飘出。苑灵吉而已，刚学会害人，连规矩都没弄明白。他说得十分平静，仿佛刚才消灭的不是一只鬼，只是踩死了一只虫子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直到现在，我的手脚还在不停发抖。脖子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，可那2排黑色牙印仍在隐隐发疼。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就能看见镜子里的那张脸，和我一模一样，却在对我笑。年轻警员走过来，将一瓶水递给我。没事了，顾调查员已经把它解决了。我双手接过矿泉水，拧了2次，才终于把瓶盖打开。他真的死了吗？年轻警员正要回答，顾晨却先看了我一眼，化成灰了。你觉得呢？他的声音依旧懒散，还带着一点不耐烦。可听见这句话，我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一些，眼泪也在这一刻控制不住地落了下来。我低下头，用手背擦了擦脸。如果顾晨没有赶到，如果那2名警员再晚来几分钟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年长警员收起对讲机，救护车已经在楼下。林女士，我们先送你去医院。我点了点头，扶着沙发站起来。双腿刚刚用力，膝盖便一阵发软。年轻警员立刻伸手扶住我。就在这时，客厅里忽然传来一声轻响，哒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有人用指甲敲了一下玻璃。我身体猛地一僵，年轻警员也停下动作。什么声音？年长警员转头看向落地窗，窗帘已经被拉紧，厚重的布料将整面玻璃完全遮住，看不见外面的任何东西。房间里安静了几秒。年轻警员勉强笑了一下，可能是风吹的，这里是15楼，外面的风确实很大。
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刚刚消失的恐惧又一点点冒了出来。顾晨夹着烟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缓缓抬起眼睛看向窗帘。哒，第二声响了起来，这一次更加清楚，不是风，那声音就来自窗户外面，一下又一下，哒哒，像有人站在15楼的高空中，正用指甲不紧不慢地敲击玻璃。年轻警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他重新拔出手枪，年长警员也向后退了一步。顾调查员，顾晨没有回答，他抬手取下嘴里的香烟，烟头上的火光微微闪烁，一缕烟雾从他指尖飘出，缓缓飞向落地窗。烟雾刚碰到窗帘，忽然停了下来，像是撞上了一面看不见的墙。顾晨的眼神终于认真了几分。退后，年轻警员立刻扶着我向后退去，年长警员举枪对准窗户。顾晨独自走到窗前，伸手抓住窗帘，哗啦，窗帘被猛地拉开，外面一片漆黑，远处的大楼亮着零星灯光，落地窗上清楚映出房间里的几个人影。顾晨站在最前面，2名警员站在后面，我被护在中间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年轻警员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可能真是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玻璃上忽然多出了一张脸，那是一张苍老的女人脸，她满头白发，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穿着一件样式老旧的灰色棉袄。老妇人就站在顾晨身后，可现实中的那个位置明明什么都没有。我张开嘴，还没来得及出声，老妇人便缓缓转动眼珠，看向了我，她的嘴角一点点向上扬起，我浑身的血液像是瞬间凝固。后面，我的声音不停发抖，你后面有个老太太。顾晨没有回头，他看着玻璃里的老妇人，缓缓吐出一口烟。我看见了，老妇人笑得更加明显，她抬起一只枯瘦的手，轻轻贴在玻璃内侧。下一秒，大量黑烟从顾晨的衣领和袖口中涌出，黑烟凝成一只巨大的手掌，猛地拍向落地窗。砰！整面玻璃剧烈震动，老妇人的脸瞬间消失。年轻警员被吓得后退半步。解决了？顾晨没有回答，他皱着眉看着面前的玻璃。几秒后，他忽然说道：不是本体。话音刚落，卫生间里传来一声玻璃摩擦的刺耳声响，滋啦。我们同时转头，卫生间的门明明还开着，里面那面镜子已经碎裂，只剩下一地玻璃，可其中一块巴掌大的碎片里竟然缓缓伸出了一只手。那只手很小，皮肤惨白，5根手指抓住碎片边缘，用力向外攀爬。紧接着，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从玻璃里钻了出来，她扎着2条羊角辫，身上穿着一套已经褪色的校服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有一双眼睛漆黑的看不见眼白。她四肢着地，像蜘蛛一样爬过卫生间门槛，嘴里不停发出含糊的笑声。嘻嘻嘻！年轻警员立刻举枪，站住！小女孩根本没有理会他，她抬起头，直接看向我。下一秒，她猛地扑了过来，速度快的只剩下一道残影，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躲闪，顾晨已经挡在我面前。黑烟从她身后猛地涌出，瞬间缠住小女孩的四肢。小女孩悬在半空中，嘴巴突然裂开，一直撕到耳根。她拼命挣扎，尖锐的指甲不断撕扯黑烟。顾晨五指收紧，黑烟随之用力一搅，咔嚓，小女孩的身体瞬间扭曲，随后化成一团黑色灰烬落在地面上，从出现到被消灭甚至不到5秒。可顾晨脸上没有任何轻松，因为客厅另一边又响起了玻璃碎裂的声音。砰！电视上覆盖的毯子突然鼓了起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屏幕后面不断撞击。年轻警员刚转过枪口，一只苍白的手便从毯子下面伸了出来，随后是脑袋、肩膀、身体。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从电视屏幕里硬生生挤了出来，他的脖子向一侧歪着，半边脸已经塌陷，胸前的西装上全是干涸的血迹。男人落地以后没有攻击距离最近的警员，而是同样看向了我。顾晨身后的黑烟再次涌出，西装男人才向前走了2步，脑袋便被黑烟直接拧了下来，他的身体倒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化成灰烬。厨房方向又传来一声轻响。我家的厨房和客厅相连，水槽上方有一扇玻璃窗，
此刻，一个穿白裙的年轻女人正趴在玻璃里面，她怀中还抱着一个襁褓。年轻女人缓缓抬起头，她的2只眼睛都只剩下空洞，怀里的婴儿也慢慢转过脸。那孩子没有五官，脸上只有一张不断张合的嘴。又一个！年轻警员大喊。白裙女人抱着婴儿从玻璃里钻出，顾晨甩出一道黑烟，缠住她的脖子。可那个没有脸的婴儿突然从襁褓中跳了出来，他四肢并用，沿着墙壁快速爬行，转眼便爬到了客厅上方，随后直接向我落下。年长警员将我扑倒在地，婴儿擦着我的头发落下，尖锐的指甲在地板上抓出5道黑色痕迹。枪声突然响起，砰！子弹穿过婴儿的身体，就像穿过了空气，丝毫没有任何作用。年轻警员脸色大变，子弹没用。废话，顾晨冷冷说了一句。黑烟从地面窜出，直接将婴儿卷入其中，凄厉的哭声响彻整个房间。几秒后，白裙女人和婴儿同时化成灰烬，客厅重新安静下来，地面上已经铺了3片黑灰。我被年长警员扶起来，刚站稳，落地窗上突然浮现出10几张不同的脸，有穿病号服的老人，有背着书包的男孩，有满脸鲜血的外卖员，有穿红色高跟鞋的年轻女人，还有一个穿着寿衣，脸上涂着厚厚腮红的男人。他们形象各异，有的人身体完整，有的人缺少手脚，有的人脸上全是伤口，还有的人看上去与普通活人没有任何区别。唯一相同的是，他们都在看着我。下一秒，10几只手同时从玻璃里伸了出来。顾晨脸色微变，离窗户远点。黑烟轰然爆发，整个客厅瞬间被灰黑色烟雾笼罩。那些刚刚爬出半个身体的鬼全部被烟雾重新压回玻璃。落地窗不断震动，玻璃表面出现一道道细小裂纹，可每压回去一只，又会有新的面孔从其他位置冒出来。1个、2个、5个、10个，它们像是没有尽头。卫生间的玻璃碎片里不断有手臂伸出，电视屏幕里也再次浮现人脸。厨房窗户上，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用脑袋不停撞击玻璃，就连年轻警员手表的表盘中都出现了一张婴儿的脸。摘下来！顾晨猛地喝道。年轻警员慌忙扯下手表，扔向地面。手表刚刚落地，一只细小的手便从表盘中钻出。顾晨抬脚踩下，黑烟包裹鞋底，瞬间将那只手连同手表一起碾碎。年轻警员脸色惨白，这些到底是什么？顾晨抬手控制黑烟，将一只刚从电视里爬出的老人撕成2半。禁鬼，全是怨灵级，这么多？顾晨没有回答，他转身挡在我面前，抬手掐住一只扑来的鬼影。那是一名穿护士服的女人，她的4肢都被反向折断，却依旧像虫子一样不断挣扎。顾晨手指用力，护士鬼的脑袋瞬间炸开，黑色液体溅在他风衣上，又迅速化成烟雾。顾晨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。他侧过脸，用手背捂住嘴，一缕鲜血顺着指缝流了出来，血里还混着细碎的黑色烟灰。年长警员脸色微变，烟鬼又开始反噬了。顾晨摆了摆手，老毛病。他说完，再次点燃一支烟，刚吸一口，卫生间里便同时爬出3只禁鬼，一个断了腿的老人，一个穿睡衣的女人，还有一个身材肥胖、满脸青紫的男人。3只鬼从不同方向扑向我。顾晨抬手一挥，黑烟化成3条绳索，分别缠住他们的脖子。可就在他出手的瞬间，落地窗上的老妇人再次出现了。她依旧站在玻璃深处，冷冷看着房间里发生的一切。我立刻指向窗户，老太太，她又出现了。顾晨猛地转头，可老妇人的身影只停留了一瞬，随后便再次沉入玻璃。顾晨控制黑烟，将3只禁鬼同时撕碎。他快步走到落地窗前，烟鬼的黑烟沿着玻璃不断扩散，像无数条细小的蛇在窗户表面疯狂游动。可几秒后，所有黑烟都失去了方向，它们同时停了下来。顾晨眉头紧皱，找不到。年长警员问道，他藏在什么地方？顾晨看着玻璃里不断变化的倒影，所有反光的地方又不在任何一处。年轻警员听得脸色发白，那怎么办？顾晨咬着烟，转头看向我，先把他带出去。年长警员立刻点头，
他和年轻警员一左一右护住我，快步走向门口。我刚跑出客厅，房门便砰的一声自动关上。年轻警员立刻上前拧动门把手，打不开，他用力撞了2下，房门纹丝不动。楼道里的灯同时熄灭，黑暗瞬间吞没了整个走廊。怎么回事？年轻警员打开手电筒，白色光柱照亮前方。电梯旁边的金属门上缓缓出现了一个穿保安制服的老人，他手里握着一串钥匙，脑袋却被压扁了一半。保安鬼从金属门中走了出来，紧接着楼道尽头的窗户上也浮现出几道人影，一名穿校服的男生，一个拄拐杖的老太太，还有一个穿着婚纱浑身湿透的女人。3只镜鬼同时爬出窗户，我回头看向身后的房门，门板光滑的金属锁面上也正缓缓浮现出一张脸。到处都是反光的东西，门锁、窗户、电梯门、手机屏幕、手表，甚至警员枪身上的金属部件，只要能映出人影，他们就能出现。回屋，顾晨低喝一声，黑烟瞬间冲入楼道，保安鬼才走出2步，身体便被黑烟贯穿。婚纱女人从背后扑向年轻警员，顾晨一把抓住她的头发，将她狠狠砸向墙壁。砰！婚纱女人的脑袋碎裂，剩下2只镜鬼仍旧朝我冲来。顾晨挡在走廊中央，黑色烟雾将他整个人包裹起来。他每挥动一次手臂，都会有一只镜鬼被撕碎，可更多镜鬼正在从楼道两侧出现，5只、10只，越来越多。他们全都是不同的人。我不知道鬼母究竟吓唬过多少人，也不知道这些人中有多少还活着。我只知道每一张脸上都残留着临死前一样的恐惧。顾晨不断后退，不是因为他打不过这些鬼，而是因为他必须一直挡在我前面。一只镜鬼试图从天花板上绕过他，顾晨头也没抬，一缕黑烟直接贯穿了他的胸口。另一只镜鬼从地面爬向我的脚踝，顾晨抬脚将他踩住，黑烟瞬间把那颗脑袋碾成灰烬。可他刚刚解决2只，电梯门里又钻出了4只。年轻警员终于忍不住问，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林女士？顾晨咳了一声，刚才那只镜鬼死在他家里，鬼母把账算他头上了，那怎么办？找到本体。年长警员看向四周不断出现的镜鬼，本体在哪里？顾晨没有说话，因为他也不知道。黑烟已经布满整条走廊，每一次鬼母出现，他都会立刻追过去，可每一次追到的都只是残留在玻璃中的影子。他可以出现在任何一块玻璃里，也可以在顾晨的黑烟靠近之前瞬间消失。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出手，只要不停放出这些地级镜鬼，就能把顾晨牢牢拖在我身边。顾晨又消灭了一只镜鬼，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呼吸也比之前沉重了许多，嘴里的香烟已经燃到尽头。他抬手扔掉烟头，又想从口袋里取烟，可他的动作忽然停住，烟盒已经空了。顾晨看了一眼空烟盒，脸色第一次真正难看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他身后的黑烟突然剧烈翻涌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烟雾深处挣扎。顾晨胸口猛地起伏了一下，他弯下腰，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咳，鲜血不断从他嘴角流出，其中还夹杂着大量黑色烟灰。失去控制的黑烟开始四处撞击，墙壁和天花板上留下大片焦黑痕迹。年轻警员急忙扶住他，顾调查员，别碰我。顾晨推开他的手，他抬头看向我家的房门，金属门锁上，那名老妇人再次出现。这一次他笑得比之前更加明显。顾晨抹掉嘴角的血，他在后我。老妇人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，隔着10几米的距离，我却清楚听见了他的声音，把它给我。那声音仿佛直接响在我的脑子里，冰冷、沙哑，还带着无数人的哭声。顾晨站直身体，将我完全挡在身后。不给。老妇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下一刻，整条楼道里所有能够反光的地方同时出现了人脸。电梯门、窗户、门锁、墙上的消防箱、警员手里的手机，甚至地面上散落的玻璃碎屑，密密麻麻，数不清有多少。一双双漆黑的眼睛同时看向了我，紧接着几十只苍白的手从四面八方伸了出来。顾晨猛地张开手掌，
残存的黑烟瞬间收拢，形成一道厚重的烟墙，将我和2名警员全部挡在里面。无数禁鬼撞上烟墙，尖锐的惨叫声同时响起。顾晨的身体微微一晃，嘴角再次流出鲜血，可他没有后退。一只穿红裙的女人穿过黑烟，将手伸向我的脸。顾晨反手抓住她的手腕，黑烟沿着红裙女人的手臂快速蔓延，转眼便将她烧成灰烬。另一只禁鬼从她的影子旁扑出，锋利的指甲划过她的后背，黑色风衣瞬间裂开，3道深深的伤口出现在顾晨背上，鲜血迅速染红了衣服。顾晨甚至没有回头，他抬手向后一抓，直接掐住那只禁鬼的脸，将他按进了墙里。砰！禁鬼的脑袋炸开，我看着他背后的鲜血，声音止不住发抖。别管我了，你先走。顾晨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闭嘴。我一个调查员把普通人扔给鬼，传出去还怎么混？他说完，再次咳出一口血。越来越多的禁鬼围了上来，黑烟形成的防线正在一点点缩小，几张不同的脸从烟雾后面浮现，他们有的在笑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嘴里不断重复着听不清的话，可所有禁鬼的目光都始终落在我身上。我的脑袋开始发沉，脖子上的牙印也再次疼了起来，一缕缕冰冷的气息从伤口钻入体内，像无数根细针顺着血管向上蔓延，很快便爬到了我的眼睛附近。我抬手捂住双眼，眼球深处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试图从里面钻出来。我的眼睛……顾晨立刻转头。怎么了？疼？我还没说完，眼前忽然闪过一片血红，周围所有东西都变得模糊。顾晨，2名警员，楼道，禁鬼，全部重叠在一起。可在这些混乱的画面后面，我隐约看见了一条细长的黑线，那条黑线从所有禁鬼身上延伸出去，穿过墙壁，穿过玻璃，一直通向楼下。我想看清楚，眼睛却越来越疼，滚烫的液体顺着脸颊流下。年轻警员惊恐地看着我，他眼睛流血了。顾晨一把扶住我的肩膀，林晴。我勉强睁开眼，视线已经被鲜血染成红色，可那条黑线依旧存在，它从所有禁鬼身上延伸出去，穿过楼道尽头的窗户，一直飘向对面的大楼。我顺着黑线看去，对面大楼大部分房间都已经熄灯，只有12楼的一扇窗户还亮着昏黄的灯光，玻璃后面没有住户，也没有家具的倒影，只有那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。她站在窗户玻璃里，灰色棉袄紧贴着干瘦的身体，隔着2栋楼之间的黑暗静静看着我，像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。老妇人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，我抬起颤抖的手指向对面大楼，我看见她了。顾晨猛地转头，在哪里？鲜血不断从我的眼角流下，可这一次我看得无比清楚，对面大楼12楼亮着灯的那扇窗户，它就在玻璃里面。顾晨猛地转头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对面大楼距离我们至少上百米，12楼那扇窗户亮着昏黄的灯光，普通人只能看见模糊的玻璃，可在我的视线中，老妇人的身体就嵌在窗户里面，她像一张被压扁的人皮，紧紧贴在玻璃深处。无数细长的黑线从她身上延伸出来，穿过2栋大楼之间的夜色，连接着楼道里的每一只禁鬼。12楼，我忍着双眼的剧痛，再次说道，右边第3扇窗户，那些鬼身上的黑线全都连在他身上。顾晨没有立刻动手，他盯着对面那扇窗户，眼神第一次变得无比认真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他就是本体。像是听见了我们的对话，玻璃里的老妇人缓缓抬起头，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下一秒，整条楼道里的禁鬼同时发出尖叫，几十道声音混在一起，震得墙壁都在颤抖。那些禁鬼不再试探，他们从电梯门、消防箱、窗户和门锁中疯狂爬出，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我们。年轻警员脸色惨白，顾调查员。顾晨没有回头，待他退后，2名警员立刻架住我的手臂，将我向楼道深处拖去。可禁鬼的数量太多了，一个穿病号服的老人从头顶爬过，一个浑身湿透的清洁工贴着墙壁冲来，一个穿黄色雨衣的小男孩从玻璃碎片中钻出，四肢着地直奔我的双腿。顾晨向前踏出一步，
大量黑烟从她的衣领和袖口中喷涌而出，烟雾瞬间扩散，填满整条楼道。所有冲向我们的劲鬼都被黑烟挡住。砰！最前方的几只劲鬼撞在烟墙上，身体立刻被烧出大片焦黑的痕迹。可他们没有后退，后面的劲鬼不断涌上来，将前面的同类挤进黑烟。几十只苍白的手臂撕扯着烟墙，黑烟剧烈翻滚，顾晨的身体也跟着微微摇晃，他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嘴角再次流出鲜血。顾晨低头咳了一声，一团夹杂着血丝的黑灰落在地上。年轻警员急忙问道：“还能挡住吗？”“暂时能。”顾晨看着对面大楼，烟滚擅长防御，这些怨灵冲不过来。话音刚落，一张巨大的鬼脸从电梯门中挤出，那东西张开嘴，狠狠咬在烟墙上，黑烟瞬间凹陷。顾晨胸口一震，向后退了半步。老妇人显然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，12楼的灯突然熄灭，她的身体开始向玻璃深处沉去。她要跑！我大声喊道。顾晨抬手擦掉嘴角的血，跑不了。他伸手探入黑色风衣内侧，那里的暗袋里藏着一张折叠整齐的黄色符纸，符纸只有巴掌大小，表面用朱砂画着复杂的纹路，边缘已经微微泛黑，看起来并不起眼。可顾晨将它取出的瞬间，周围所有劲鬼都停顿了一下，对面玻璃里的老妇人也猛地抬起头，她第一次露出了恐惧。福修！老妇人沙哑的声音直接在楼道里响起。顾晨夹着符纸抬头看向他，猜对了，可惜没奖励。他将符纸抛向半空，与此同时右手迅速掐动法诀。顾晨的动作并不快，甚至因为力竭，手指还有些颤抖。可随着最后一个法诀落下，漂浮在空中的符纸忽然燃烧起来，没有普通火焰，只有一层刺眼的金光。黄色符纸迅速折叠收缩，眨眼之间竟化成了一柄只有手指长短的金色小剑，剑身纤细，表面刻满符文，锋利的剑尖遥遥对准了对面大楼。金色小剑出现的一刻，楼道里的所有劲鬼同时发出惨叫，他们像是遇见了天敌，疯狂向后退去。可烟鬼形成的黑色烟墙已经封住了所有反光物，他们无处可逃。老妇人也不再隐藏，她的脸出现在12楼整面窗户上，原本苍老的人脸迅速膨胀，几乎塞满了整块玻璃。找到我又如何？你真以为一张符就能杀我？顾晨没有理会他，他的脸色已经白得近乎透明，额头上也渗出细密的冷汗。金色小剑不断震动，却迟迟没有飞出。我能看见一缕极淡的金色气息从顾晨体内流出，一点点注入剑身。和烟鬼的黑烟不同，那应该就是顾晨自己的灵力，只是那股灵力太少了，每注入1分，他的气息便虚弱1分。年长警员似乎知道顾晨要做什么，脸色顿时一变。顾调查员，你已经使用烟鬼这么久，再催动符箓，身体会撑不住的。顾晨咬紧牙关，我也只能催动这一招，一击不中，今晚就没第2次机会。他说完，双指并拢，隔着2栋楼之间的距离指向那名老妇人。去！金色小剑骤然消失，我只看见一道细长的金光穿过破碎的楼道窗户，没有巨大的声响，也没有惊人的气浪，那道金光快得根本无法用眼睛捕捉。几乎在顾晨开口的同一瞬间，他便跨过上百米的夜空，出现在对面12楼。老妇人的表情瞬间凝固，她缓缓低下头，金色小剑已经刺入了她的眉心，剑身只有短短几寸，与她巨大的鬼脸相比，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可下一秒，一道金色裂纹从她的眉心出现，裂纹迅速向四周扩散，额头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眨眼之间，老妇人的整张脸都被金光分割成无数碎片。不！她发出一声尖叫，整栋大楼的玻璃同时震动，无数张不同的脸从她体内浮现，老人、孩子、孕妇、学生，那些被她制造出来的劲鬼全都在挣扎哭喊。可金色小剑只是轻轻一震，老妇人的身体便从中间被一剑斩开，唰，没有鲜血，只有刺眼的金光从裂口中爆发，老妇人的惨叫戛然而止，她的身体瞬间化成大量黑灰，贴在12楼的窗户上。紧接着，
黑灰被金光彻底烧尽，玻璃里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倒影。鬼母死了。楼道里的禁鬼同时停了下来，一只禁鬼的手已经穿过烟墙，距离我的脸只剩下不到半米，可他再也无法向前。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，手指正在化成灰烬，随后是手臂、肩膀、胸口，所有禁鬼都开始消散。那个浑身湿透的清洁工倒在地上，穿黄色雨衣的小男孩靠在墙边，穿病号服的老人还维持着撕扯烟墙的动作。不到几秒，他们便全部变成黑灰，电梯门、消防箱、窗户和门锁里的鬼脸也一张张消失，笼罩整条楼道的阴冷气息迅速褪去，灯光闪烁2下，重新亮了起来，所有诡异都消失了。金色小剑完成这一击后，也在对面大楼的窗户前化成一片金光，彻底消散。顾晨抬起的手慢慢垂下，烟鬼形成的防线随之崩溃，大片黑烟倒卷回他的身体。顾晨像是被人抽空了全部力气，身体猛地向前倒去。顾调查员，年长警员冲过去，一把扶住他。顾晨的双腿已经无法站稳，他靠着墙壁缓缓坐到地上，胸口剧烈起伏，鲜血不断从他的嘴角流出。这一次，血里没有烟灰，他的脸上也看不见半点血色。年轻警员急忙蹲下，你怎么样？顾晨闭着眼睛，过了几秒才勉强开口，死不了，声音很轻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懒散。我还坐在地上，眼角的血已经流到了下巴，可随着鬼母死亡，那种撕裂般的疼痛正在迅速减弱，视野中的黑线也全部消失了，只剩下顾晨身上还残留着2种完全不同的气息，一种是烟鬼的灰黑色鬼气，另一种则是刚才催动符纸后几乎彻底枯竭的微弱金光。我这才明白，烟鬼并不是顾晨唯一的力量，那张符纸才是他真正的杀招，只是代价太大，顾晨自身的灵力只够催动一张符纸，一击之后他便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我扶着墙壁站起来，慢慢走到他面前。刚才那是什么？符，我知道是符，我是问那柄剑。顾晨靠着墙，呼吸依旧急促。斩灵符，把灵力灌进去可以化成飞剑，多远都能杀，只要看得见目标。我愣了一下，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用？顾晨抬起眼睛看我，因为我看不见本体，符剑只能杀我锁定的东西，要是随便往玻璃上看只会浪费。他说到这里又咳出一口血，而且我的灵力只够催动一张符，一次没杀掉，今晚死的就是我们。我看向对面大楼，12楼的窗户已经恢复正常，玻璃后面一片漆黑，再也没有老妇人的脸，所以是我帮你找到她的。你能看见鬼气之间的联系，普通调查员做不到。顾晨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，你这双眼睛很值钱。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你想干什么？挖眼睛这种事犯法。顾晨沉默了一下，你平时到底看了多少恐怖片？他扶着墙想站起来，可双腿刚刚用力，身体便再次向下倒去。我连忙伸手扶住他。顾晨很高，大半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我肩上，差点把我一起带倒。年长警员也过来帮忙，3个人一起才勉强将他扶稳。顾晨喘了几口气，先下楼，支援到了再处理现场。电梯恢复了运行，2名警员扶着顾晨，我跟在他们身后。进入电梯时，我下意识看向金属墙壁，里面只映出我们4个人的倒影，没有多余的人影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电梯门在1楼打开，外面已经停了几辆黑色汽车，10几名穿深色制服的人进入大楼，他们胸口都佩戴着一个银色圆形标志，圆环中央是一只闭着的眼睛。医护人员也推着担架跑了过来，他们先看见了顾晨。顾调查员，快把他放到担架上。顾晨没有拒绝，他这次确实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2名警员将他扶上担架，医生剪开他后背破损的风衣，露出3道已经发黑的伤口。顾晨却没有看自己的伤，他偏过头对我说道，林晴。我愣了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报警资料。顾晨的声音十分虚弱，26岁，财务助理，工资应该不高。我脸色一黑，最后一句资料里也有。猜的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顾晨看着我，加入疫调局。周围的声音仿佛安静了一瞬。
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什么？异常事件调查局？就是我们。顾晨抬起手，指了指那些穿深色制服的人。你刚才觉醒的应该是阴阳眼，能看见诡异，也能分辨鬼气。今晚要不是你找到鬼母本体，我那张符根本用不出去。我低头看着手上的血迹，你想让我以后帮你找鬼，不是帮我，是加入疫调局，接受训练，成为调查员。我看了眼顾晨背后的伤口，又看了看他苍白的像死人一样的脸。像你这样，差不多。催动一张符就躺担架上。顾晨沉默2秒，这是意外。旁边的年长警员忍不住转过头，像是在憋笑。我问道，危险吗？顾晨没有骗我，很危险，会死。会。有多少工资？顾晨看了我一眼，实习观察员月薪5万，转正以后10万起，任务奖金另算。我沉默了，顾晨也没有催促。医生正在为他处理伤口。几名疫调局人员从我们身边经过，开始封锁大楼和清理残留的黑灰。我忽然想起自己今天加班到晚上10点，月底盘账没有加班费，工资不到7000。明天早上主管可能还会因为我没交完报表给我打电话。我抬头看向顾晨，什么时候上班？顾晨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快。你不再考虑一下？考虑什么？会死，上班猝死也算死。顾晨盯着我看了几秒，随后从风衣口袋里摸出一张黑色卡片。他已经没有力气抬手，只能将卡片放在担架边缘。我伸手拿了起来，卡片正面是疫调局的银色标志，背面写着一个地址，明天上午9点。顾晨闭上眼睛，先做身体检查，然后签约。我把卡片收好。顾晨没有再说话，他似乎已经彻底耗尽了力气。医生刚把氧气罩放到他脸上，他便昏睡了过去。我站在担架旁边，看着他被推进救护车，直到车门关闭，我才低头看向手里的黑色卡片。今晚之前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财务助理，每天加班、盘账、做报表，担心房租和生活费。可从我看见那条连接鬼母的黑线开始，一切都已经不同了。我能看见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亲爱的听众，我是林晴，异常调查局调查员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，请帮忙点赞订阅，我会一直守护着你。